其实要讲 Anyone 这个部分，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因为 Anyone 是我的入坑曲。然后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推播上面是出现7点的西仔，他说是美声团体。那于是我就在脸书上面点开来看，因为这之前呢，我是很少使用 IG 或者是其他东西，我顶多在脸书上面滑滑文字而已。然后呢，听完 Yoboseo 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好听。那于是下一个推荐就是叶子的 Anyone。然后我打开的时候那一幕，我永远记得，就是这张脸。那这个妆造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妆造，包括他脖子上这一个布料的装置。那最重要的是这个表情，跟这么清秀的一张脸，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有一点心事。那讲到这个部分，我打岔一下，就是这里讲到的都是我个人的感受，然后不用来，不喜欢的话，其实可以不用继续听下去，不用来站说，他可能是无思无念无想啦，他根本没有想什么之类的，就是完全是纯粹我个人的感受，并不代表他真实的感受。那所以这支影片的做法也是，身为一个应该算是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或者是喜欢看表演的一个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的解说。那我们就轻松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一刚开始我是决定这一场是一定必买的，因为这是下午场，只有3组，所以我会料到说，如果每一组的时间呢跟原本预定的长度它大概差了2倍以上的话，那我就猜他们每一个人应该都会表演属于自己的一小部分。所以我大部分有猜到说，应该我可以在这个唯一一场下午只有3组表演又有24时的这一场，看到我几乎魂牵梦萦的每个晚上都一定听他个3-4遍的这个 Anyone 的舞台。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文宗晔的脸是这样啊，那你看原本在 Anyone 里面的身形又是另外一个状况。那其实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也听不太懂，不过大概的状况就是因为声音有点像，我是完全不懂韩文的。不过当他开始有一些各个人的介绍，然后文宗晔开始脱衣服的时候，我那时候整个心跳加速，然后血液循环加快，我觉得感觉好像就是那一刻快要来临了。然后他现在就卷着袖子往前走，然后那瞬间现场真的快要疯掉。然后你看我手持镜头，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手一直在颤抖，然后对焦也对不准。那他就这样一边卷着袖子一边往前走，然后说了一段话，大意大概就是说，大家好，我是出道11年的偶像文宗晔。好，那现在就开始。那我下面有一个对照表，其实我看这个舞台看了很多次了，所以它其实每一个场景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定格一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幕呢。其实对我来讲，可以说是文化冲击，不能够
在更适应我现在的心情更多。它明显，非常的明显，就是硬生生瘦了一圈，然后那个体型啊，还有脸部的表情啊，还有他脸的轮廓，除了那标准的动作之外，我几乎在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其实并不是不好的意思，而是说我心里面的舞台是这个11年前就出道一个少年，然后他经历很多事情。当时看的时候并不了解 BAP 这个团体啊，因为那时候稍微有在听韩国的 BTS 之后，就是他们团体正好在打官司解散的时候，所以当时其实是听到不少的负面新闻，所以其实这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并不了解他过去遇到了什么。那其实我当时也并不知道 Pick Time 呢是一个胡团的节目，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真的是单单纯纯的为了这个男人的表演，然后完全的被迷惑住，被俘虏，彻彻底底的。然后当时我是看到下面的表演，我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质感，充满质感的表演，然后非常的高级，就是低调的妆造，然后不浮夸的舞步，然后非常温柔的声音，然后就是非常的有质感，非常的高级，然后这种滑顺平滑，然后这么华丽，可是却又充满质感，然后这么有深刻情感的表演，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就引起我非常浓厚的好奇心。你看他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并不是很用力，但是就是丝滑滑顺，然后表情呢富有寓意，虽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表情，或者是说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挤眉弄眼，可是他的那种对于世间的一种好像有一点迷恋，但是又没有那么迷恋，然后好像有一点无奈，可是又不是那么无奈的神情，是在我看过这么多表演里面完全是没有看过的，而且很多是纯粹的表演。可是因为我后来我当时并没有说要看其他的影片，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是一个表演性质呢，还是真的打从内心就这样发展出来的。不过当时的感觉是真正深刻的觉得说感受到一个真正好的舞蹈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好的歌词，它不仅是歌曲具有穿透力，它连表演跟脸上的表情都具有一定的穿透力，还有具有感染观众的能力。然后另外呢，你们看他出舞台表演时候的衣服，其实它是一种丝质的衣服，然后很滑顺，然后有一点光泽，那其实跟他本人的气质是非常像的，因为他其实相当适合的风格并不是年轻人或者是一种太过于喧哗的那种衣服，它非常适合这种充满质感的妆造。那因为 Anyone 这首歌词呢，本来他在写的是一个无可取代的爱，就是不管任何人怎么说，或不管其他人发生什么状况，他唯一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就是这个人。但是听在我的耳朵里面，当他呼喊着 Anyone 的时候，我有一种深深被他呼唤的感觉，就是用力的被抓住的心的感觉。那
这样子的感觉在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就变得更加明显，因为明明是同一首歌，明明是同一个人，可是呢，当然不光是他瘦了一圈，或者是容貌相貌的改变，他的表演性质相对的也有一定的改变，以至于同一首歌跟同样的舞蹈，在现场听起来竟然听出跟原本 MV 完全不一样的意境。其实为什么会觉得 Anyone 这个舞台很难做呢？因为既不是解析他的身材，也不是解析他的跳舞的动作。当然，他有很多相当华丽的跳舞动作，比方说那个手划过手臂的那一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这个是 JBTC 没有剪出来的。还有他身体的一些定点，但是很少人提到的是，他唱这首歌的渲染力。那这个渲染力是有时候快歌只是展现了他肢体舞蹈的美感，但是其实他的每一首快歌的每一个动作里面，他其实都在解释他歌词里面的意义。那再加上他其实非常适合这种有一点节奏但是不慢不快的歌。那这种不慢不快的歌的前提就是它可以加一点舞蹈，然后如果搭配上他的一些肢体动作，然后呢再搭配上他的声音，然后再搭配上他的表情，对我来说他其实就不用像郑大贤这样子唱歌的时候，因为要表现很强烈，所以要有一个痛苦面具，或者是要有一个肉毒无法消除的皱纹。他其实在我看来的心中的那种演绎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因为它等于是三位一体，就是身体的律动，然后表情，脸部表情的那个渲染力，然后再加上他的声音的那种穿透性跟感染力，它其实已经可以称之为这种表演界当代的天花板。因为到目前为止，声音有渲染力，身体有舞动力，然后还有它极度高级的跟控制性的表情管理，那这三个合在一起，我觉得在当代的表演界来讲，几乎应该算是找不到第二个吧。这种当代级别的天花板，我认为其实是让很多甚至都没有追过星的人，他们会深深陷入其中的原因之一。那我对他的评价其实是相当高的，也希望看这支影片的人呢，能够跟我一起真正能够享受到文中业非常天花板级别的表演。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人生绝无仅有，可以好好享受这种在肢体上、视觉上，还有在精神上、意念上各个角度的欣赏的感官上面的刺激跟享受。然后也很希望大家跟我一样一起期待后面文中业的成长，然后也多多支持他。那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演，我觉得真的是我很感动，我也很感谢 Peak Time 可以推出这么好的节目，谢谢大家。